大家好，今天我想在这个影片和各位分享我之前有发布的一些念珠持咒相关的影片，居士们在留言板给我们的留言，我今天在这里利用一些时间和大家分享 Q&A。 那其实在众多这个问题当中呢，有人就是有疑惑，念珠啊，我们是应该要用左手持念珠还是要右手持念珠来持诵？以过去的传统他们是比较以左手，为什么呢？因为左手是比较距离我们这个心的脉轮比较靠近。其实这个念珠，我们在用它来帮助我们修法的时候，我们是以左手持念珠，然后呢是用大拇指一颗一颗这样子，一个佛号或是一个咒语就拨一颗，一直念到最后已经到这里，要碰到这个珠头我们也说这是代表一种表意是须弥山母珠嘛，在这里那我们就停在这里。停在这里的时候呢，你的手要转一下，再继续这样子一颗一颗的拨。这一个念珠呢，扣掉这个所谓的珠头母珠呢，它就是108颗。那我们在手持念珠的时候，我们可以是这样子的方式念，这样子拨这样念一个佛号拨一次，念一个佛号拨一次。有些人也会问，那师父，念珠都要挂在脖子上不一定。很多出家法师他们会把他的念珠挂在脖子上，为什么呢？念珠在我们来讲是一种摄心，我们在学佛人很重要的一个法器，所以在挂在这个胸前呢，就是有一种是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一个修行人，一定要常常把佛菩萨的佛号咒语常常要以这个咒，以这个佛号来摄心一念，这是把这个烦乱的心、杂乱的心至心一处，就是让我们的凡夫天天呢在妄想妄念烦恼当中呢，去至心一处。在这个念珠，我们在持咒的时候拨一颗，或是念佛号的时候拨一颗，这个就是重点。希望各位要把这个真正重点画对。至于在家居士可不可以挂，严格来讲也没有说不行挂在脖子上，但是我们比较多呢是挂在左手的这个手腕，就可以这样子放，那你就不用挂在脖子上，因为这样子也是很方便嘛，要念的时候把它松开这样子。还有呢，就是也有居士问，如果我去洗手间的时候，我带着念珠，我念珠是应该放在外面呢，还是怎么样？以恭敬而言呢，就是去洗手间或洗澡的时候，最好呢把我们的念珠呢就是取下。如果在家里的话，就可以很工整的放在你的干净的桌子上面，或是家里有个小佛台，你可以放在佛台前面。如果呢不方便在外面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先收起来，放在你的衣服的口袋里面，等到你结束了之后，你再把念珠挂回你的手上或者是你就可以开始持咒修法。那也有人问，师父，这个我们念的念珠可以给别人随便碰吗？那可不可以给别人去碰？原则上碰不碰这个念珠这个不是重点，而是在于你被人家碰了你念珠，你心里产生一个挂碍，你觉得心里有挂碍，那你就再好好的修大悲咒也好，还是其他6支大明咒也好，你就修这些咒语，然后呢再用这个净水给它洒净净化之后，也可以再继续，因为这也是含藏着你这个经年累月用心不断的在这个念珠上面持咒修法这个能量这是不会改变。
所以给人家碰不碰都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心不要有所挂碍哦，这就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心里有一些挂碍的话，我们也可以就是把念珠呢，可以用熏香就是点一根香，很虔诚的祈请佛菩萨加持，口中我们就可以念嗡阿吽这个3个种子字咒呢，主要就是代表诸佛的清净身口意，具有无上的功德，所以你就可以使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净化这个念珠。那还有呢，有些人会问说，师父我们在持咒有时候一念可能念了好几千遍的咒语甚至佛号，那嘴巴会有点干渴，可不可以喝水？可以，没有问题。如果你觉得这个一直持续，你很用心在念，但是有一个你心里挂碍的，就是你嘴巴有点干渴，你可以喝点水再继续念，这是没有问题的。不然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用金刚颂。金刚颂念，它就是嘴巴动，但是声音没有完全出来这是你自己听得到的诵念方法。这种诵念呢，我也回应有些居士问说，他其实平常在自己工作或办公室里面也很想持咒，他想要用这个咒语或佛号让自己的心能够比较定静，就可以用这个金刚颂。金刚颂就是用金刚持诵的方法，就是这个嘴唇有在动，但是声不出也可能是念的声音很小声，只有你自己听得到。首先它有不同的持诵方法，主要有3种，这3种其实没有哪一种是最好的，只要让你的心能够专注定静就是最好的方法。有哪3种呢？一个就是出声念念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自己或者是别人旁边的人都听得到的声音，但是不是非常大声是一个可接受的这种声音这种出声念。那出声念可能你念久了你就会口渴，那没有关系，你可以喝点水。那还有一个方法，你可以不出声念，就是以金刚持念的方式，就是嘴唇在动。例如说我现在念阿弥陀佛，你看到我的嘴唇在动，我在念阿弥陀佛，可是你可能没有听到声音，对不对？那还有另外一个是根本都没有动，嘴唇也没动，但是你是用观想内心在默念，就是完全不出声这个是任何时任何地都可以念诵最方便的善巧。所以利用这个手持念珠呢，摄心，它其实只是辅助我们修行人在修法尤其以持咒的时候来使用。所以我们应该以正念的心态来想，我们是不可以被它来左右我们真正修行人的心不应该是说又用什么材质，它应该是多少颗，是小串的呢，还是大串的呢，还是呢有些它的整个珠串它是有所谓的尖珠。尖珠呢，通常是在这中间扣掉这个母珠跟尖珠当中呢，这有27颗。所以通常他们在串，一般你们可以看得到或请得到的念珠呢，就是有3个尖珠加一个这个珠头，这个母珠。所以如果你算这个整个念珠是108颗，再加上这个尖珠跟这个珠头母珠的话呢，就是算起来是超过108颗有些人说为什么我请的是110颗，有些人说我请到的是112颗，那我这样子可以念吗？当然可以念，因为我刚刚说的这个念珠其实我们不应该执着一般还有一些他们不叫念珠，它叫做手串，就是好像有点装饰的装饰性的戴在手腕上的，这可以念吗？技术上也可以念，但是它会比较
不方便计数啊。那也有这种小的手珠串，有些是18颗，有些是21颗啊，这样子的一个手珠，这是比较小的手珠串。再来呢，也有居士说，我这个念珠啊很便宜，在一般网络商店或一般佛具店买，这种会影响我在念佛持咒的不同的加持力吗？不会，这个材质它不会影响你这个人在修法，因为用这个念珠而有所改变。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念的人的心是比较重要的，而不是在于这个外在的材质比较昂贵还是比较便宜，是不是这个力量会有增有减？没有的，它完全是一样，它就是一个念珠，不管它是多么稀有珍贵的材质，它也是念珠。不管它多便宜，就算是一个木头的啊，甚至塑胶的，但是它就是必须最好能够有108颗啊，就是我刚刚说的，扣掉这个珠头，这个最上面的珠头跟这个尖珠，尖珠有些呢它会有3颗，有些它是2颗，所以扣掉这些珠头、尖珠这些3颗或4颗不等，那这中间必须要算足够有108颗。为什么是108颗呢？之前我们有一些影片都有介绍，108颗就是代表我们众生的无始劫的烦恼、妄念、杂念所以我们要透由呢这个念珠啊，让我们的心从凡夫的妄念、杂念、种种的这些念想，把它收摄在哪里？收摄在这个我们这个念珠上面。我们在手持念珠，手拨一颗一颗的念珠，我们就是当下的心了。有一句话叫至心一处，无事不办嘛。我们学佛的人呢，就是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定力这个才不会升起很多的妄念跟执着。所以刚刚讲了，什么材质重要吗？不重要。你太过注重这些材质要很贵的或是很稀有的，你其实已经着相了。我们学佛人本就是要破这些执着，破这个外相。在《金刚经》其实有很多都是不断的提点我们修行的人要破除这些外相执着的念头，要因无所住而生起心。所以你念的时候，你是用这个念珠，以这个方便善巧，一个巧方便。但是如果你太执着这个念珠的时候，你就落入这个着相，就是《金刚经》所说的若着了相呢，就不见如来，是这样的一个含义。所以为什么要破我执灭我相这是很重要的。否则我知道现在很多人都会去了解研究说什么样的材质才就是稀有珍贵的，就花了很多的钱，大笔的钱去买或是珍藏。我认为那个是不太必要的，因为这些念珠再多，你真的能念的也是一只手能够念它而已嘛，你不可能很多同时在念。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修学佛法的人也是必须要去理解到它这个念珠它给我们的真正加持的力量是在哪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在念咒持咒，利用这一个手上的念珠提醒我们自己呢，我们是个修行人所以为什么很多佛教徒他都会手上会挂念珠就是跟人家宣誓告知说我是学佛的人。很多人都会带个这个小珠串嘛，人家一看到了就是你是学佛的人。也有很多现在人他也不一定是学佛，他是觉得说这是一个吉祥开运物来戴，那也没有关系。因为你把这个手珠珠串戴在手上，你感觉到它有一个正的能量带给你，也是很好的那你就要把这个正的能量从你内心再散发到你周遭的人的身上
让人家觉得跟你在一起是非常愉快，而且感受到一种和乐融融的感觉哈。这就是我们也可以透有这个外在的物品呢，来增强我们自己内心心性上的一个修为。我想今天呢，在这个影片回答了这些居士们的疑惑疑问。如果呢，你觉得你还有其他的疑惑跟疑问，也欢迎你留言在我们的影片下方的留言板。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你觉得也对别人可能会有帮助的话，也请你用你的手指头按下分享转发也要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哦，也要按下小铃铛，这样子呢才不会错过我们每周更新的新影片哦。还有呢，也不要忘了分享在 Line WhatsApp Facebook 所有的社群媒体当中让更多的你的朋友圈可以知道在念珠带给我们修行人的真上的力量。好，我希望这些回答的问题也解答了你内心很久的疑惑。那也欢迎你可以留言给我们哦，我们都会看。最后也祝福你们一切在修行佛法上面呢，顺缘具足，违缘去除，一切吉祥如意圆满。阿弥陀佛。